大家好，欢迎来到罗油腻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本周令人振奋的科技业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开之前呢，请各位干爹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的小频道吗？如果可以的话，也欢迎你用一杯饮料的价格请我喝一杯饮料，然后加入我的会员哦。好，我们开始吧 ，Go！ 第一个，全固态电池。首先，我们有一项关于全固态电池的突破性研究，这个被称为梦幻电池，这是下一代的电池技术，有望呢在未来几年可以商业化。与传统的液态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使用固态的电解质，为我们的电子设备提供更安全且效能更高的能源。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KIST 能源储存研究中心的郑勋基博士及其团队已经确定了导致全固态电池在类似锂电池的压力下迅速容量衰减和寿命缩短的降解因素。这项研究已发表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杂志上。与以往研究不同研究人员首次证实了降解不仅可能发生在阴极外部，还可能发生在阳极内部，表明全固态电池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可以可靠的运行。在全固态电池中，阴极和阳极反复充放电的过程中会发生体积变化，导致界面降解。如果负反应和活性材料与固体的电解质之间的接触丧失，会增加界面电阻，会恶化了电池的性能。为了解决此问题通常使用外部的设备来保持高压，但这带来的缺点是随着电池的重量和体积增加，能量的密度降低。正在进行研究，以在全固态电池内部维持电池性能，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够实现。在反复的充放电过程中，固态电池分解产生的硫渗入了阴极材料的裂缝中，形成了硫化锂。这是一种不导电的副产物，这消耗了活性锂离子，并促使阴极相变，降低了全固态电池的容量。通过清晰地识别全固态电池在低压环境下中解离的原因，这些分析方法为解决与传统锂电池相比循环特性差的问题提供了线索。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估计可以通过消除外部设备，解决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确保全固态电池性的经济性。那郑勋基博士表示，要实现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必须开发新的阴极和阳极材料，使得能在无压和低压环境中运行，而不是当前的高压环境。第二个 ，DeepMind 的社交学习 AI。Google 的 DeepMind 团队呢，推出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 AI 人工智慧系统，它展现了非常强大的社交学习能力。这项技术可能在未来可以改变我们和 AI 互动的方式，让机器人更能理解我们的需求。Google DeepMind 项目的 AI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能够展示社交学习能力的 AI 系统。他们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杂志上发表论文，展现了他们开发的 AI 应用。该应用通过复制植入的专家的动作，表现出在虚拟世界中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与传统的 ChatGPT 不一样，它可以通过接触互联网上的大量数据来获取知识的不同。这种方法的效率不高，因此行业内的许多人继续寻找可以教 AI 学习系统的更多方法。研究人员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试图模仿人类学习的过程。和传统的 AI 不同，人类通过在环境中接触已知元素，并随着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示范来做学习。但是与 AI 应用不同的，人类需要大量的视力就可以学会东西。例如，一个小孩呢，只要看其他人在玩几分钟，就可以学会玩陀螺的游戏。这是一种文化传播的例子。在这项新工作中，研究团队试图使用限制在虚拟世界中的 AI 来复制这一个过程。所以呢，该团队在工作中设建了一个虚拟世界，我们称之为 GoCycle 3D， 由不平坦的地形组成，上面放置各种障碍物和多彩的球体。然后他们添加了 AI 代理，这些代理呢，就是在通过障碍物的时候，穿过球体在虚拟世界中移动。代理被赋予了学习的模块，但对他们将要居住的世界没有其他讯息。他们需要通过强化学习来获得这些知识。为了使这些代理能学会，他们会被给予奖励，并被允许在多个类似的虚拟世界中反复的进行。通过这样做，这些代理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达到目的。然后，研究人员在虚拟世界中添加了另一个功能，就是已经知道如何在不碰到障碍物的情况下，从另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专家代理。在新的场景中，非专家代理很快学会到达目的地，最快方式就是向专家去学习。所以通过观察这些代理的学习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在专家代理的帮助下可以学习得更快，
能够更好的模仿他们先前试验中从专家那里学到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研究人员称此为社交学习的一个例子。第三个 AI 网络的安全挑战。然而啊，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最新研究指出啊 ，AI 网络比我们先前预想的更容易受到恶意攻击，这引起了对于 AI 安全性的新关注。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法，以确保这项技术的稳健性。问题出在所谓的对抗性攻击，也就是有人操纵输入到 AI 系统中的数据，以混淆其判断。例如呢，有人可能知道在停车标志中的特定位置放置一些特定类型的贴纸呢，可以有效的使停车标志对 AI 系统变得看不见。或者呢，黑客可以在 X 光机上面安装代码，以改变图像的数据，导致 AI 系统进行一个不准确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对停车标志进行各种更改。已经接受过训练，可以认得、可以识别停车标志中的 AI 呢，仍然知道它是一个停车标志。然而，如果 AI 存在漏洞呢，攻击者也知道这个漏洞，攻击者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来引发事故。那新研究呢，也着重在确定对抗这些漏洞，在 AI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中非常的常见。他们发现这些漏洞比先前预测的还要普遍的很多。以停车标志为例通过使用有不同的贴纸或是漏洞，你可以使 AI 系统认为停车标志是油桶、是限速标志、绿灯等等。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 AI 系统对这些攻击不具备一个稳健性，我们不希望将其投入一个实际应用，尤其是对涉及人类生命的应用。为了探讨深度神经网络对这些对抗性攻击的脆弱性，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名为 Quad Attack 的软体。这种软体可以用于测试任何深度的神经网络的一种对抗性漏洞。第四个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和 IBM 的 AI 联盟，在保持 AI 未来开放的路上Meta 和 IBM 呢等数十家公司还有研究机构，它共同发起了一个联盟，他们致力于促进更开放、协作的 AI 发展方式。这将与其他科技巨头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第五个，太阳能水提取，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科学家们终于成功的利用太阳能技术呢，可以从这些空气中提取出水分。这种创新的方法可以有助于解决全球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哦。研究者们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太阳能大气水收集技术，有望能帮助缺水地区提供足够的饮用水。这项技术利用超清水的多孔凝胶能在干旱的大气环境中吸收和保留大量的水分。这对于目前有超过22亿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国家的现况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传统上研究人员将盐注入水胶中时面临挑战，因为较高的盐含量由于盐析效应而降低水胶的膨胀能力，导致盐渗透并降低吸水能力。然而，研究小组呢成功合成了一种超清水凝胶，使用了植物衍生物和清水盐，能够吸收还有保留很多的水分。这种超清水的凝胶在干燥的大气环境中，每公斤干燥凝胶可以吸附 1.18 公斤的水分在潮湿的大气环境中更可以高达 6.4 公斤。这种成本低廉的凝胶能够在大规模应用中发挥作用。这项技术不仅能够提供每单位吸附剂的每日水产量，还可以应用于除湿、农业灌溉和电子设备的热管理领域。对于处于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人们，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一种切实也可行的解决方案，提供可靠的饮用水。第六个，木材太阳能电池。研究人员呢发现，他们使用木材材料可以创造出可靠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这种环保而且稳定的电池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也就是未来的可以再生能源的一部分。第七个，太阳能塔，夜间运行的太阳能系统，非常有可能可以把能源的产出可以翻倍，而且这种创新呢，可以将太阳能的使用提升到一种新的水平，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未来能源提供更多更可靠的解决方案。第八个 ，Google Gemini 项目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的项目呢，这是一个以人类的方式行为来模拟的一个 AI 模型这将进一步的推动全球的 AI 的竞争，引发对于技术潜力的深入讨论。最后一个，这已经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侠盗猎车手终于迎来了女性的角色。那侠盗猎车手呢，他在游戏中加入一个可玩的女性角色，标志着游戏行业走向更加包容的方向迈进。这就是本周的科技新闻快报。如果你对于这些话题呢有任何的看法或是问题请在下方留言
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保持最新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